这道题是这样的 ，y 方等于2px，焦点是 f， 它是开口朝右的标准的抛物线的方程。标准方程 y 方等于2px，p 是个大于0的数，焦点 f 在这里，点 M 在画抛物线一定画距离线，这是原则啊。因为我们经常要回归定义，3大解题实想的第一个就是回归定义，所以我们要画距离线 ，x 等于负的p，点 M 在抛物线上，随便的找一点 M，MF 距离给我的是等于5。既然你是抛物线上的点，我要回归定义，它到定点的距离和它到定直线的距离是一样大的，所以 MM 撇它也是等于5的。接着看啊，我现在以 MF 为直径的圆儿，以 MF 为直径，刚才我们做的是以 AB 为直径的圆儿是跟准线相切的，那么它这个是以 AF 或者 BF 为直径的圆儿，它是和 Y 轴相切的。我要先把这个结论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先抛开这道题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上边这是第5个结论。第5个结论，我们先证明一下，然后再做这个题。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 y 方等于2px， 这是它的焦点 f， 经过焦点我做了一条直线，和抛物线交于 AB 2个点，我以 AB 这个焦点线为直径的圆儿，它是和准线相切。那现在我想呢，以交半径为直径的圆儿，我就取 AF 的中点。它现在就不能以 AF 为直径的圆儿，它就没有办法和准线相切。那么它跟谁相切呢？我想证明它和 Y 轴相切。要证明它和 Y 轴相切，我取 AF 的中点 M， 我就把抛线上的点向准线做垂线，这是 A 撇，它和 Y 轴的交点叫 A 2撇。如果以 AF 为直径的圆儿和 Y 轴相切，那就说明点 M 到 Y 轴的距离，它就应该是半径相切吗？以 AF 为半径的圆儿，它和 Y 轴相切，所以它是切点，点 M 向 Y 轴做垂线，垂足是 M， 连接圆心和切点，它和 Y 轴就是垂直的。所以我只需证明谁呢？我只需证明 MM 撇，它恰好等于半径，也就是 AF 的1半，等于1/2 AF 就可以了。我能够证明出这个结论，我就会得到它和 Y 轴是相切的。所以呢，点 F 这个是坐标原点 O， 你看 M 是 AF 的中点，经过点 M 做 Y 轴的垂线，垂足是 M 撇。那显然呢，平行线截线段是成比例的，它是1份比1份，这个也是1份比1份，所以 M 撇就是 A 撇 O 的中点。所以这个 MM 撇现在它就是梯形 A 撇 OF， 它是这个梯形的中位线。梯形的中位线就等于上底加下底的1半，1/2 AA 撇加上 OF， 然后等于1/2 AA 撇
应该是 a 两撇 a 两撇 a 两撇等于什么呀？它等于 a 撇，这是p 个单位，所以 a 两撇我们就转化成 a 一撇 a 一撇减掉p， 加上谁呢？OF 它恰好也是p， 加上 OF 就加p， 所以它们俩就约掉了，它就等于1/2 a 撇。A 是抛物线上的点，回归定义，抛物线上的点到准线的距离和到焦点的距离一样大，所以就转化成 a 撇转化成 AF。你看 ，a 撇转化成 AF 以后，我们就得到了 m 撇，恰好是 AF 的一半。点 M 向 Y 轴做的垂线，这个垂线段的长是 AF 的一半，所以我以 AF 为直径做的这个圆儿，AF 的一半就是半径 ，M 撇恰好是半径，所以以 AF 为直径的圆儿一定跟 Y 轴是相切的。好，这是这个第5个结论第5个结论。那么既然这样，好，我要应用这个做一下题。这是抛物线，焦点是 F， 然后 MF 是等于5的，以 MF 为半径的圆儿经过了0到2，以 MF 为半径的圆儿和 Y 轴咋样了呢？相切了，切点的坐标因为它这个圆儿以 MF 为指定的圆过0到2，那么我跟 Y 轴是相切的，我跟 Y 轴唯一的就有一个公共点，所以你说的那个经过0到2，它就是切点的坐标它就是切点的坐标，它就是0到2。那么圆心到这个 Y 轴的距离它就是半径。它就是半径，所以圆心的纵坐标我就知道了，因为圆形和切点一连，它是垂直于 Y 轴的呀。这条线是平行于 X 轴，所以圆心的纵坐标就是2。那么圆形的纵坐标要是2，点 M 的纵坐标我就能求。我暂时把点 M 的坐标设为 MN。由于圆心是 MF 的中点。中点的坐标就等于2个端点的纵坐标相加 n 加0除以2，把2乘过来，所以点 M 的纵坐标就等于4。那点 M 的横坐标呢？点 M 的横坐标，我们先看 MF 的长度，它是等于5的。MF 的长是等于5，所以 MM 撇它就是等于5的。那么 MM 撇是5个单位，点 M 的横坐标 M 它是落在这儿的，它是代表这段长的。这一小段呢，它是p， 也就是这一小段它是p。所以整个是5个单位，去掉这p， 你看就是这段长，就是它 M 横坐标所对应的实数。所以 M 是等于这个5减掉，是等于这段长5减掉p， 这段距离就是横坐标对应的实数，所以它是5减p。那么点 M 的坐标我也表示完了横坐标是5减p， 纵坐标我又知道。我要求抛物线的方程，我就是想求出 p 的值。点 M 在哪里呢？点 M 恰好就在抛物线上，
抓住几何特征，并用式子表达出来，这是我们解圆锥曲线问题一贯的思想，一共3大思想嘛。所以点 M 它是在抛线上的点，所以这对坐标就满足抛线的方程。于是y 带到这儿，16就等于2p 乘以5减p。我们解这个方程就会求出 p 的值，先约掉一个这是8等于5p 减去p的平方，两边乘以2，16等于10p 减去 p 方，都移到左边，降幂排列 ，p 方减10p 加上16是等于0的。然后分解因式非常容易，28一16，p 减2乘以 p 减8是等于0的，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，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，所以我们就得到 p1 的值是等于2的 ，p2 的值是等于8的。而抛线呢，当 p 等于2的时候，抛线是 y 方等于4x。当 p 等于8的时候，带到这里来 ，y 方是16x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根据以焦斑酱为直径的圆儿，它一定是和 y 轴相切的。既然相切，它有唯一的一个公共点。而题中所说的以焦斑酱为直径的圆儿过了0到2这个点，它是 y 轴上的。它在圆上，所以显然它就是切点。既然它是切点，所以圆心到切点的距离它是垂直于 y 轴的，所以我就知道了圆心的纵坐标，然后就找到点 M 的纵坐标，然后又根据抛线的定义，我们把点 M 的横坐标也表达出来。它呢又在抛线上。抛线上的点当然满足抛线的方程，所以我们就求出来 p 的值这道题应用的知识点就是以焦斑酱为直径的圆是和 y 轴相切的。那么有的同学肯定会想到，老师你这条直线再做的长一点，假设说这个焦点是 B， 那么以 BF 为直径的圆呢，当然它也是和 y 轴相切的。只要是以焦斑镜为直径的圆，就是和 y 轴相切。好，这是第5个结论，我今天就给大家讲完了。下次课呢，我要继续给大家讲新的结论。